海沃线其实主要是讲鼻头跟这个转折区还有鼻孔包覆的问题。那正常的相对关系，它的鼻翼的位置也要稍微的比鼻小柱的基底稍微高一点，才不会有这种下坠厚重的感觉。哪些人会适合做鼻翼基底拉提的手术呢？鼻翼很宽很厚重的人，拍照怎么样都不秀气，做完缩鼻还是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那或许真的就是鼻翼鼻小柱相对位置不好，那也会有可能会需要这样子的手术哦。有疑问找医师，没疑问找知识，欢迎来到樊登诊疗室，我是林彦斌医师。手术怎么做呢？那其实过去比较常提出来的是内开的方式，就是在内侧切一个像帆船状的伤口，那把它缝起来。但这边的组织很重，你靠里面的缝线黏膜要承受这么大下拉的力量，有时候随着时间它回来的机会真的比较大，那长期的改善可能比较无感，所以才会慢慢有了我们稍微改良的方式。那改良的方式其实跟过去的拉提的手术主要的精神还是一样，它从45度角或侧面看，其实是垂直的距离太长。那垂直的距离太长，我们需要缩短垂直的距离，所以我们的疤会拉得比较长，需要缩短上面的一部分的鼻翼的组织，需要修掉。它的位置上去了，我们就制造了一个下面的伤口。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我们要怎么关这个下面的伤口？如果拉提的量很少，第一种方式就是直接缝起来就好了。但是如果拉提的量比较多，内侧的伤口长度比较短，外侧的伤口长度比较长，它会有一个长度的不同，缝起来的疤就不好看。所以我们这边的改良是把疤藏在法令纹的阴影里面。那我们用这个把疤藏在这里旋转的方式，把下面的组织往上提，那同时关闭了这个下方的这个缺口，那就可以留下一个比较符合我们人体工学一个比较平滑圆顺的鼻孔边缘。那同时往上移动了我们整个鼻翼基底的位置。这个手术的恢复期其实蛮短的，那1周左右就拆线。它手术后的肿胀淤青其实跟一般的鼻翼手术是差不多的，不太会淤青，肿胀也还好。那因为张力的关系，它伤口大概1周拆线之后，还会有一些结痂没有脱落，大概需要在1周的时间，大部分1周多2周左右。结痂脱落以后，那要开始照顾疤痕，加上按摩。那一般其实2周左右出门大概就不是太明显。那有时候会有一些红褐色，像痘痘刚好这样子的色素沉着，但大概几周后就会慢慢退掉，那最后都会回到正常的肤色。那一些疤痕的起伏啊、凹凸这些，在1到3个月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善，那到半年左右到1年会慢慢稳定淡化。那如果真的在意它的这个交界疤痕的感觉的话，那半年的时候我们考虑做一些飞梭的雷射，那让它的这个交界感更模糊、更不清楚。那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很关心的手术的价格大概是多少？那它当然是比隆鼻手术便宜，但是会比单纯的缩鼻翼手术再多一点点。那一般因为缩鼻翼刚刚有提到了，还会合并要考虑到一些鼻孔形态的问题，那这些形态有可能需要额外的处理，就会有延伸的费用。那一般我们简单的说大概6到10万之间不等，但是具体多少还是需要一个经过评估以后才能够有精准的大概手术的费用。那欢迎如果有想要更深入了解的，都欢迎来林医师的诊间，可以做进一步的了解。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或有想知道相关的主题，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别忘记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樊登诊疗室，我们下次再见，拜拜。